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游的频道。接下来新赛季的第二个教学影片，老游决定做一期可以帮助大家上分的英雄赫洛斯。首先要讲的这个英雄在经验路的表现是非常恐怖的，我给他的评价是全能战士，能打能扛能吸，有护盾有控制有位移。那现在有请小帅出来分享老游所使用的徽技以及技能的选择。大家好，又到了小帅出场的时候。首先，这期赫洛斯老游所玩的是传统流派的战士吸血流，战士徽技、冲击、鲜血盛宴和无惧重击。战场技能老游选择反击，主打简单粗暴，让大家更容易上手。技能就有大点大、主1副2。游戏开始，我们的装备可以先出个小匕首来增加一点点的攻击力，然后前期如果打野靠近经验路的话，我们就可以过去帮他打一下，救一下。老游打那么一下有意思吗？倒不如不去。你们炮六都懂得给情绪价值啦，换到这里是一样的，你帮人家打一下，可能人家心里还觉得哇，这个经验路人还怪好的嘞，待会做人可能就多去经验路2轮啊。有道理。这期视频的打法和出装是我经过多次的尝试总结出来的结果。接下来我会分享赫洛斯的一些细节玩法和心得给大家，其中输的2把不用我说，相信大家也能了解。Oh my god！ 赫洛斯是一个前期到后期都属于比较强势的一个英雄。前期我们可以利用强化普攻和一技能来对线。他的强化普攻来自他的被动偷看之眼，原版名字有一点点复杂，所以我们来简单化一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紫色能量条就是他的被动，满了之后就可以打出一个带位移的强化普攻和获得一个护盾。这个强化普攻有最长26秒到14秒的冷却时间，它是可以通过升级大招来减少强化普攻的冷却时间，然后还有一个被动效果，就是每当敌人位移的时候会减少这个强化普攻28%的冷却时间和减少其他技能0.5秒的冷却时间。大家看这一段，当敌人被我们2技能击飞的时候也是算他位移的，这有点离谱，跳一下也算位移。然后要怎么玩好这个英雄呢？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这个英雄的核心玩法，就是他的大招。那么我们要怎么才可以使用大招？首先我们要先在敌人身上打上印记，我们才能跳大。赫洛斯只有3个办法可以打印记出来，第一个就是他的强化普攻，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敌人身上会有这个指示印记和脚下一条线连至敌人，还有大招显示可使用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印记来跳大。然后第二种打上印记的办法就是强化一技能，那我们一技能打中敌人单位，那么下一次就可以打出强化一技能。一技能只能打出短暂缓速效果的范围伤害，而强化一技能就会追加一个魔神之眼留在原地爆炸，而魔神之眼爆炸的时候就可以为敌人打上印记。最后一个打上印记的办法就是他的2技能魔魂石碑。2技能是一招中距离击飞敌人的高级控制技能，打中就可以上印记来跳大。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他的1和2技能都可以同时给一群敌人打上印记了。可以说当我们的2技能打中5个人的时候，就可以无消耗的跳5次大招。而强化普攻虽然没有办法标记一群敌人，但是一旦遇到敌方多位移英雄的情况，我们就可以频繁的使用强化普攻。所以一旦对面玩的时候，赫洛斯表示，所以要玩好赫洛斯，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打上印记和出大招。赫洛斯的大招打出伤害的同时还可以有回血效果，不过要注意的是打中多名目标会降低80%的回复量。这里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带单挑时候很好用的连招。我们在打团前可以先用一技能打小兵或者野怪，这样子就可以提前准备强化一技能去开团。连招是先2再1接大，然后再跳起来的时候魔神之眼爆炸打上印记，那么落地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再跳1次大招，最后再打个强化普攻，再跳个大就可以了。讲到对线这一点呢，我觉得赫洛斯可以打赢大部分英雄，剩下一些比较难打的就比如讲说桂女威尔啊、西西这一类，但是再难打我们都可以靠手法来弥补的，遇到比较难打的我们就可以等到4级有大过后再去硬刚。对线桂尼的时候，我觉得技能一样拿反击就好，因为桂尼的伤害是没有办法秒掉满血的赫洛斯，
等他开大，我们再开反击就好。但是我觉得玩赫洛斯这个英雄要注意的第一个点就是不要轻易的打越塔强杀，越塔强杀的赫洛斯很容易会打出一换一的结局。比如你们看这波，我一不小心靠近防御塔的攻击范围，就被圭尼抓住机会一套带走。因为圭尼本身是不够伤害杀死我的，但是加上防御塔，结果就不一样了。还有玩赫洛斯这个英雄要避免上头跑去一打多的情况，人一个打2个或3个已经是很厉害了，所以我们要切记这一点。挺多玩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大招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跳远，导致和队友脱节。然后玩这个英雄还有一个细节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避免给同一个英雄连续打3印记，因为印记是不可以叠加使用的。原本3次印记可以打出3次的大招，一旦连续打3印记的话，最坏的情况就只跳出1次大招，输出直接拉垮。总结这个英雄只要不要脑残去1打5，我们去单挑1打2，或者和队友去打大型团战，都是当属一流的英雄。赫洛斯是少有可以打出输出和扛3都做得到全队第一的英雄。再来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用大招的时候要小心避免跳进防御塔的里面，因为一旦没有敌人给我们当跳板跳回出来，我们会直接被塔打死。那现在我就请小帅出来分享装备的选择。刚才老游有讲到第1件装备买小匕首来增加一点点的攻击力是用在对线那块的，那接下来第2件装备同样是买个小鞋，增加一丢丢的移速，然后就直接出百战神斧这件核心输出装。然后购买百战神斧的期间，我们可以先出这2个小件装备，增加10%的冷却属性。对线打消耗期间注意不要跳到塔内就可以了。出完百战神斧之后，我们就可以升级鞋子，为坚韧鞋减少控制时间，让我们有更多的操作空间。第3件出装，如果对面有回血或治疗英雄，就先出统御圣盾；没有回血英雄，顺风我们先出女王之翼，逆风坦度高的防御装，看我们对线的是法伤英雄还是物理伤害英雄。第4件出装，我们看需求选择，队伍有回血英雄，例如安卓拉，我们就可以出神域；顺风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考虑曙光铠甲的残血回血效果。然后第5件同样选择适合的防御装，遇到普攻输出高的英雄，我们可以出反甲。技能物理伤害高，我们出远古铁甲，而最后1件就选择保命3件套：不朽、寒冬王冠和赤金魔羽。神龟快要刷新，我们可以提前去卡波兵线，这样我们就可以下去帮忙开龟或打节奏。玩经验路不想坐牢的情况下，这样的战术是简单有效的，不过要注意别被敌人包围。直接从上走到下配合队友行动，不会支援队友的经验路玩家是不够优秀的。在发育的同时也能去参团的经验路玩家才是上分的密码。相信大家都有遇到过只懂推塔不参团不抢龟的经验路玩家。你们看这波，对面的葛瑞克也是从上路跑下来支援，如果我们没有下来的话，也许对面就能打一个人数差拿到优势。那现在我们就可以顺路去中路帮忙清线，因为我看他清的太辛苦了，所以我们好人做好事帮他一把。你确定不是脏人家兵线？游戏中期我们现在讲一讲赫洛斯的战场技能，我们可以拿什么？这个玩法的话，我会建议我们去拿那个反击技能。这个技能可以增加我们的坦度和输出，让我们在人群中开大，不容易被打死。而另外一个技能就是瞬移，这个技能可以弥补赫洛斯手短的问题，战场上可以做到近处自如，可以更容易的追上敌人，打上印记的效果。喜欢简单粗暴的玩家，我就推荐拿反击；而比较会思考和谨慎的玩家，我就推荐拿瞬移的这个技能。好，这个英雄太肉打不动，我们就去找别人的麻烦。接下来又可以顺便的帮中路清一清兵线，免得防御塔被推掉。至于他的强化普攻，我推荐你们用手动瞄准来打，冷静出招，上一次印记跳一次大招不要急，我们慢慢来。赫洛斯最大的缺点就是手短，跑得慢，一旦拉开距离，我们就很难再追上了。会武喽！现在再讲讲，如果要玩好赫洛斯，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对线的话，我们可以利用一技能打兵线，等待强化一技能再去跟他们打消耗。另外一点就是他的2技能要放得准一点，这招是可以躲的，一旦打空就会少跳一次大招，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就是骗人。像现在被敌人给抓住了，这个英雄是没有脱离战场的位移技能，基本上是可以判死刑的。
另外一点就是不要给同一个英雄重复叠加印记，稳稳的跳出每一个大招。再来就是注意大招跳动的方向，能打上印记的技能打中越多人越好，因为这个英雄释放技能是没有消耗了，所以要敢用不用省。克洛斯在单挑和1打2都是可以的，经济高的时候还可以尝试1打3，在不越塔的情况下打赢的几率都是挺高的。不过如果英雄过分克制来讲呢，那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不过记得不要 cosplay 无敌战神跑去1打5哦，因为打赢是幸运，被打死是现实。所以当我们把握好进场和离场的时机，我们就可以玩好这个英雄。玩这个英雄记得技能要放得准，冷静不乱跳，打着要够稳不贪刀，小型团战暴打他们，大型团战跳来跳去吓死他们。Nice。如果玩打贝克来讲呢，我会推荐安卓拉搭配赫洛斯的玩法，不过前提是赫洛斯要多参团，不然这个玩法是很难打出优势。那讲回现在，我们尽量在塔外打输出，要注意防御塔的伤害。现在打野进去扛塔就是我们的进场时机，来个2技能，没事，还有1技能加护攻。老尤就你这准度，小帅看着都尴尬，所以我决定送你个8倍镜。烦死了！他自闭了，剩下的让我来。虽然老尤讲了很多赫洛斯这个英雄的优点，但是官方是不可能弄一个无解的英雄出来破坏平衡。首先讲到对线这点，这个英雄虽然可以打赢大部分英雄，不过实战的时候看的还是英雄的操作和对线技巧，再加上这款游戏可不是打单挑的，人家打不过也是可以摇人。如果要问那个英雄可以克制赫洛斯的话，老尤会推荐乌拉诺斯。至于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因为下期影片老尤打算出一期乌拉诺斯，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的支持。至于乌拉诺斯怎么克制赫洛斯的玩法，老尤会推荐上个迪亚斯影片所分享的卡宾线的打法。因为赫洛斯是一个比较难正面硬刚的英雄，所以我们可以采用直接越过他去卡宾线和骚扰敌方的打法，再加上乌拉诺斯的坦度和回血速度，赫洛斯是没有办法一套把他秒杀。不过既然我们做这期赫洛斯的影片，自然也要给大家应对的办法。我们一起来看小视频。首先，当我们玩赫洛斯对面选乌拉诺斯的时候，我们要留个心眼，防止他来卡线，在他来的时候直接给他来一套组合拳。当我们有了这个意识，就可以逼他跟我们开团。没有大的乌拉诺斯还是有击杀的可能。你看，如果他不跑的话，那么就离死亡不远。所以上个迪亚斯影片才有讲到，一旦被发现战术意图，就果断放弃卡线这种操作，因为聪明的人都会摇人。游戏后期，现在就是帮队友开领主的节奏。到了游戏后期，我们就要非常注意队友有没有开领主。兰斯洛特是属于开领主会比较吃力的英雄，所以我们要帮扛领主的伤害。意识到敌人过来，就要过去驱赶他们，做一名合格的保镖。婉婉可是赫洛斯的人体冷却装，看到都开心。拿下领主之后，就找个机会把敌人给留下，毕竟来都来了，配合队友斩杀婉婉，那等下的领主就可以打到更多的优势。后期尽量配合大队行动，因为赫洛斯不是一个适合单带清线的英雄。像现在敌人没有躲在高地，而是选择跑出来，这点就是我们的机会。看紧时机打消耗，不过记住不要乱越塔，尤其对面是坦克和扎斯克这类英雄。兰斯洛特越塔了，现在就是很好的进场时机，也成功把他们引出了防御塔的范围。时间也来到了领主上高地的时候，不过大家可以看得到队友完全是没有压高地的想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跟着大队比较好。你们看，完全没人去领主那边打节奏，所以我们也不可以单带，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比较好的消息就是领主单带也把他们的高地也推掉了。Oh my god！ 哇！大家在使用这个跟斗云的时候，其实是有下云的操作的，就在回城按钮旁边。打排位的时候，我很常看到玩家不会下来，直接千里送人头。然后大家可以注意到，老游玩的时候都会尽量避免塔伤的来打输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如果拿瞬移技能的话，会比较好打一些。关于这点，只能说前期反击比较香，但是到了后期就是瞬移的上限更多。当我们深入越塔的时候，我们就要走位到旁边躲掉塔伤，如果原路走出去的话，会被塔打死的。然后刚才老尤少讲一个赫洛斯在野区可以用的逃生技巧，就让小帅来告诉你。赫洛斯的强化普攻是带穿墙效果的，我们可以在野区利用这个技巧来逃生或追击敌人。
还有一点就是上个赛季尾90星排位赛里，我打过一场最极限操作的局，就是一把单排排位赛。由此可见，这个英雄的上限是真的很高，无论是单排、双排、3排还是5排，都非常推荐大家用这个英雄来上分。然后就是非常感谢小帅的分享，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学习赫洛斯这个英雄。喜欢老游影片的话，可以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还有一点啊，这个回声嘲讽动作是具备物理性的嘲讽技能的，所以劝大家谨慎使用。而我是被小帅教坏了。那么祝福大家3分顺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